轻了不更好？你省些力。魏无羡打趣道。温宁却是闭口不说话了，心里堵堵的。一路魏无羡会问温宁这一年间的一些事，有时也会忍不住疲倦的昏昏沉沉睡去。温宁是走时不会感受到疲倦，日夜赶路倒是一日多变到了云梦。看着昔日熟悉的一切，他有那么些恍惚。温宁想同他一起进入江家，可魏无羡只让他守在外面，没事去看看莲花，去镇上玩玩，并不想让江澄与他相见，两人心生不快。虽然温宁一开始不愿意，不过也想到魏无羡的顾虑，只好答应。可还是未曾走远，就在江家附近躲着好友突发状况时保护好他。魏无羡见他隐匿在眼前，这才走向江家大门。门生看着他，惊讶又害怕，急忙进门去告知江澄。几乎没有等多久，便见江澄急匆匆地走了出来，脸上表情阴沉，像是极力强忍自己的情绪一般，倒是没了之前相见时的那种滔天恨意，可依旧没有给他什么好表情，死死地盯着人看了许久，这才道：进来。魏无羡也没有说什么，跟在他身后就进去了。到了正堂，江澄一挥灵力，便把四周的门全部关上，这才转身看着魏无羡：江澄，好久不见，你来这就是为了和我说这个？江澄看着魏无羡，心里五味杂粮，那些恨仿佛一个笑话般的戏剧着他的人生。他之前听闻一切疯魔了一般的上云深寻他，想明明白白的知晓一切，可每次都是徒劳而返，或是把魏无羡又弄得伤上加伤。知晓他被蓝忘机从血阳那里救回来后，心里也悔恨几分，并没有再冲动的去寻他，想着等人恢复养好了再去。可如何也没有想到，魏无羡竟然自己回来了。他几乎是不相信的出门，也是也不是。江澄，我想好好同你说说话，从遭遇那些事后，我们很久很久没有好好聊聊了。魏无羡看着他，想到从前10多年的种种，眼眶微红，那是他一夜夜梦回都想回去的时日，我们还能聊些什么？江澄身体一僵，他这几年时间几乎每日都活在折磨里，亲人皆是，最后竟是恨也恨错了人，偏偏自己体内运转的那颗金丹还是眼前这人的，何其可笑，何其弄人！明明也是如同兄弟一般的亲人，却落得如此光景。有酒吗？那我们喝酒。魏无羡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凭什么你想做什么我就得顺着你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顺了那么多年，那便再顺我一次吧。魏无羡对他笑笑，这一笑宛若少时那般的干净明亮。江澄听他话语，看着那熟悉的笑容，心里怒火慢慢平息下来，闷声的沉着脸，便拿了几坛酒出来，喝完了给我滚。魏无羡一笑，像从前那般随意坐在地上，背靠着墙，拿起酒坛子便往自己口中灌，是熟悉的腥啊，烧得他胸口发疼，可还是笑着往口中灌。他有好久没有喝到云梦的酒了，又有好久没有尝到这熟悉的味道了。江澄见他如此，也气闷的同他一样坐下来闷声喝酒，两个人一声不吭的喝，却知晓彼此的心思，也不知赌气似的喝了几坛，直到把所有的酒喝完。江澄突然死死地盯着魏无羡，随即把手中的酒坛狠狠砸碎在他面前，飞起的碎渣溅在脚边，眼眶发红的道：喝完了，滚！江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对不起我死去的父母姐姐，还是你剖给我的那颗金丹？突然袭来的一句话，让江澄所有的情绪一瞬间爆发出来，眼睛猩红的对魏无羡吼道：江澄，我想放过我自己，也想你放过你自己，过去就让它过去吧，放过我自己，让它过去。魏无羡，我要怎么过去啊？江澄情绪依然激动，眼眶中却是慢慢的湿润，抓住魏无羡肩臂的手慢慢的松了下去。过去，我要怎么过去啊？江澄借着那点酒意，像少时那般安慰他似的给了他一个拥抱，这一抱让他整个人都静了下来，身体却是微微颤抖着。魏无羡，对不起。魏无羡听他沙哑低沉的话语，身体也是一僵，也不知多久，待两人都真的平静了下来，这才又重新坐在地上，坐了许久，久到魏无羡腿脚发麻，有些颤巍巍的起身。江澄，我去祠堂看看江叔叔、于夫人和师姐，等会就回去了。江澄不说话，魏无羡也默认他允许，到祠堂拜祭了几人，这才推开门出去。不想江澄却是站在外面平静的看着他。魏无羡笑着走近，说了声保重便要走，还回来吗？我说你还会回来吗？
如果蓝湛允许的话，你和他。江澄一听话语，满是震惊。虽然早就知道两人之间那微妙的气氛，可亲耳听见还是那般的不可思议。就是您想的那样，我走了。江澄，你保重。江澄撇过脸不说话，魏无羡笑笑便往前走。走出江家大门那一刻，心里也好似松了一口气那般，只希望江澄能真的放过他自己吧。摸了摸喝酒而闷痛的胸口，痛并高兴着，现下只差一件事了。又是一路的风尘仆仆，总算魏无羡赶回云深不知处的时候，蓝忘机还没有回来，急忙的赶回了净室。先前被他用符篆定住的门生，并没有被人发现，他是被蓝忘机安排在这里的，旁人也不敢过多的来询问，因此连魏无羡偷摸出去，也只有这门生知晓。对不住啊，委屈了你了。这几日，他刚解开符篆，那门生就急忙的起来，眼中又怒又怕。虽然魏无羡总是给他喂了颗屁股丹，不至于会饿，但把他定住，扒他衣衫，又偷摸出去的行为，已经让他很是生气。明明答应好自家二公子看顾好这个人的，可却也是敢怒不敢言。哪怕魏无羡这般的病态，却也是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夷陵老左，而且还与蓝忘机关系不菲。接过魏无羡手中的衣衫就要离开。对了，我出去这件事不许告诉蓝湛，不然我可会。那门生刚要出门，又听见他的威胁，心里一口气更是进不去，出不得，终是忍不住瞥了眼，他这才愤愤离开。魏无羡看他样子，一阵好笑，也没有过多的说些什么。他这几日奔波，虽然一路倒也是被温宁看顾着，这副身体却是经不起这样的折腾，他累得紧，躺上床榻便感觉身体重的难受。可去了莲花坞一趟，说明白了一些事，心里却也几分安心。算着时间，明日晚些蓝湛也该回来了。他迷迷糊糊的睡去，恍惚间好似有人轻轻的摸了摸他的头，随后被搂进温热熟悉的怀抱里。魏无羡总觉得是自己想那人想的魔怔了，或者是在梦中，想要醒来，眼皮却重得不像话，索性便向那温热的怀抱索取更多的温暖。也不知又是睡了多久，迷糊中自己的牙关被人用手指撬开，苦涩的汤药灌了进去。魏无羡在一阵猛嗨中惊醒，他这才发现自己被半搂抱起来，有人温柔的轻拍着他的背。好些了吗？魏婴，蓝湛，你回来了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魏无羡看着抱着自己的人，眼中满是担忧和心疼，他强忍住胸口喉间的疼，让自己呼吸慢慢平缓，这才有些沙哑的道：昨晚来时您已经睡了，没有叫唤你，怎么提前了一日？你是不是没日没夜的赶了回来？魏无羡看他眼中泛红，心里就心疼的紧，想你便快了些，这么多日过去了，怎么还不见好？蓝忘机没有过多的说自己赶路的事，并不想让这人忧心，可越是看着他越是心疼难受。好不容易赶了回来，人却是比先前离开时还糟了几分。昨晚太晚了，他见魏无羡睡了，便小心的搂着人也入睡，却不想今日都到午后了，这人还未醒，身上更是发起了热，这才叫了医师看诊抓药，